陪废太子熬过冷宫3年，他论功行赏那天，我眼前飘过一片弹幕。好烦，这炮灰不会真要飞位吧？仁太子当初是舍不得女主受苦，才让他陪着进冷宫，他想啥呢？我记得这炮灰最后是被赏给个马夫，还是2个来着？嗨，我要是他，我还不如选男主那早死的病秧子6弟呢。我浑身发冷，抬头时高位上的萧策面色肃然问我，想好了？要什么？我看着他身侧那个宫女打扮的明艳女主白凤宁，奴婢想要殿下的成全，容奴婢跟着6皇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太子被废之前，东宫妃位一直空缺，那时想要入住东宫的世家女和新贵碧玉如过江之青。萧策性子冷淡金贵，来来回回也没有定下来，后因卷入贪腐案被废，幽闭冷宫，只能带一个侍女伺候，贵女宫女们都吓跑完了。我阿娘曾是太子奶娘，我念那曾给赏阿娘治病的一锭金子，跪着自求跟太子进了冷宫。这3年冬天格外漫长，而萧策又喜结，冷水着衣，我的手长满了冻疮，冷宫炭火奋力几乎没有。他生了病，我哭着拍门求过往的每一个人，手掌拍出了血，才得了药。好不容易煎好，他嫌弃要苦，一掌推开，药汤洒了一地，瓷片碎裂。我捡着瓷碗往外走，风雪交加，衣衫太单薄，摔在地上半昏迷中，向来爱洁的他慌了神，将我抱进去。对不起，他说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病，不要丢下我，好不好？第3年秋天，萧策看着我忙碌将鸟粪中的果种埋在院角，不要种这个，种梧桐吧。梧桐树在冷宫外，我艰难爬上了屋檐，弯腰伸长了手，终于抓到了一颗种子。暖春的夕阳照在我脸上，有梧桐树了。他神色怅然，我微笑宽慰他，这个月来了2次喜鹊，兴许殿下的好事也要来了呢。他忽然说，阿鱼，等我出去娶你可好？我没有回答，我知道如果有天他出去，那便会是刚刚在上的月亮。我不敢奢想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月亮哪怕一抹月灰也飞给我的。他复出第2日，重临东宫，宫中曾经的宫娥和拜高踩低的要么打死发卖，要么换了，唯一剩下的另一个旧人，便是曾经与我同期从行宫进宫的小宫女白凤宁。她跟我说，阿宁和我都是旧人，只信得过我们俩。又说我这3年在冷宫辛苦了，放了我3日假，等我回来。白凤宁已成了东宫的宫女主管，正经的女官。新来的小宫女私下嘻嘻笑着求我赏果子，说殿下不给姑姑职位，想来是有更好的。我心里也曾悄悄期待过，萧策曾说过会娶我，便是一个小小的承训，我也知足了。直到看到那些弹幕，我才知道自己其实是个炮灰女配，他的后宫未来只有女主一个人。我也知道了，萧策当初明明可以要求女主跟他进去的，是他心疼生病的白凤宁，才随意点了要我去。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冷宫里非要种不实用的梧桐树。我想起我和白凤宁同一年入宫，那年秋天，整个东宫忽然会重栽了梧桐树，因为凤栖梧桐。东宫无女主人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在为女主白凤宁留的。眼前更多的弹幕信息看得我浑身发冷，而萧策却以为我是在看站在他身侧的白凤宁。他微微蹙眉，女官手执是姑的意思，和阿宁无关。说吧，你呢？你想要什么赏？女主肯定想要太子妃啊。厌蠢症犯了，他也不想想哪个男人能受得了曾那么卑微，靠着一个宫女讨饭吃，留下还不是2张就弄死了事。没有吧，我记得这炮灰最后是被赏给个马夫，还是2个来着？我重新跪下，尚未愈合的紫红的冻疮手交叠在冰冷的金砖上，又痒又疼，百以挠心。父额在拜，奴婢想要殿下的成全，容奴婢跟着6皇子。萧策一愣，旁边的白凤宁不安又轻声开口，姐姐是因为我吗？我可以不做这个女官的，姐姐你别多想，殿下还是很在意你的，昨晚还同奴婢说起，想要你留在东宫。殿下，我打断了他，奴婢曾允诺过6皇子殿下，若是能出宫，
必结草衔环，报他当日活命之恩。萧策也想起来了，第2年他病重那日，外面的侍卫换了班，无人理会。我大着胆子爬上墙头，被一刀戳进肩膀，我忍不住惨叫起来，一声一声，却仍不肯下墙。最后是进宫的六皇子萧鼐经过，说了句住手。寒冬大雪，我手脚早失去知觉，肩上的血凝固，长结冻成霜。我求他要2份药，他允了。看他没走，我又大着胆子问他再要了炭火和食物，他也同意了。最后一样，还要什么？我想了半天，最后要一些浆洗用的香衣子。他从那斗篷厚厚的毛峰中抬起头看我，一点都不为自己吗？丫头，我帮了你主人，你以后怎么谢我呢？奴婢当牛做马，结草衔环，这都是工人们说溜的话。他微笑着咳嗽起来，侍从立刻将暖炉更换，催请他上路。那我可记下了。我回去时说这些东西都是六殿下送的。萧策有些意外，皇子之间关系淡薄，相无深交。那一次我存着一点微薄的私心，没有换衣，带着伤，僵硬着手，将东西在他眼前来来回回搬进来。萧策最后很轻说了一句：苦了你了，阿谀。他可问过什么东宫旧事？如今想来，他其实重点都是在最后一句吧。弹幕此刻乱成一锅粥，五彩缤纷。女配忽然长脑子了。可是那个六皇子不是很短命吗？我记得是先天不足哎。先天不足怕什么？弄个冷香丸吃吃啊。那个白牡丹花、白荷花、白芙蓉花、白梅花花蕊。我瞪大眼睛，死死看着这条详细的药方子，在脑子里飞快记，以至于萧策叫了我2声，我才回过神来。六弟母妃刚被降位，她处境艰难，这不是赌气的事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奴婢想好了。桑榆，他不悦叫了我一声，耐着性子又说：你出身寒微，家世并不堪匹配东宫妃嫔之位，但念你跟姑多时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以从宝林开始，姑会额外按照每人的月例给你，只当这3年的补偿。奴婢只求殿下成全。冥顽不灵。他终于恼怒：桑榆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威胁姑吗？既然那么想做婢女，那姑成全你，将你赏给老六做贱婢。等你出去，就知道东宫和没有权势的皇子之间的差别有多大。你会知道你错过了什么。我当然知道，弹幕已经告诉我了。我错过了为安抚吃醋的女主，被萧策胡乱指派给马夫，最后惨死的凄凉结局。而他却不知道，我要是在意权势，当日怎么可能会和他一起入冷宫。我将要离开东宫的头天晚上，东宫忽然降了旨意，是萧策亲自进宫去请的皇后懿旨，将同样是白身平民的白凤宁封为了4品的良邸，比他许给我的宝林足足高了5级。他大张旗鼓，当晚宫中设宴，连我这个废奴都收到了酒。一个叫阿九的秀气宫娥羡慕极了，一个进来跟我说：姑姑，你要是不走，这也可以是你的啊。殿下喝了酒，现在可好说话呢。刚刚赏了2个姐姐东西了。姑姑，你不如去求殿下，现在肯定可以。我微笑摸摸他的头，去玩吧。他不懂萧策，对这个高位上的施予者来说，向来是我可以给，你不能抢。他所做不过是要我后悔，但真的去求他，等待的恐怕是更多的羞辱吧。冷宫3年，那微薄的情分和回忆，我不想尽数践踏殆尽。我环顾四周，屋内简单极了。从冷宫带出来几样能用的东西，想来因为晦气被处理了。房中的东西都带着东宫标记，这是不能带走的。脱下宫衣，能穿的竟然就只有曾经进冷宫那一套自己带的旧衣。穿着旧衣，却没想到在花园撞上了刚刚册封的白凤宁。他看到我衣上挑了挑眉，回头去看萧策。殿下，妾看不如留下桑榆姑姑在这吧，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。萧策扫过我旧衣，带了淡淡的笑意，看着我。我知道他这个表情，在他复出后，好几次等那些旧敌时都是这个表情。他在等着我去求他。白凤宁也说和：桑榆，你和殿下怄气什么呢？说句软话呀。你难道不会吗？你真是急死我了。
弹幕开始有了点不同声音，怎么感觉女主有点绿茶？是故意这么说的吧？刚刚女主明明还说女配是为了钱才进冷宫，当初拿了一块金子，在外面3年可挣不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会觉得女配会求啊？女配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女配贱，女主的身份更那个吧？弹幕散去，不怪萧策，这3年为了他能在里面活下去，我求了无数人，侍卫、太监、送餐的宫女，好像习惯了求人，好像自己真的就是这宫中最贱的一个奴。但在宫外，我也曾是阿娘阿爹手上的宝贝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求人。萧策又说，阿宁，你不懂，他这是急你。这时忽然外面传来一声清朗的咳嗽声，太子殿下，皇帝来接人了。我微微一愣，萧奈已缓步走过来，只是深秋，他却已经穿起了大氅，玄色兽毛簇拥着那张英俊的苍白面庞。比起萧策的凌厉，他身上更多3分漫不经心的随和。此刻微微一笑，一如当日宫道外的心不在焉。他说自己是进宫见母妃，顺路来谢太子的好意，再接个人，就这么一点行李。白凤宁做足好人，立刻拿出了女主人的架势。六殿下，这是什么话？他拍拍手，几箱华丽的衣衫首饰都抬了过来。太子殿下念桑榆姑娘几次求药不易，还有当日求饼喂饭之情，早准备好了，一次一箱赏赐。萧策脸色顿时难看极了，他几乎是粗鲁打断了白凤宁的话。他一个奴婢，为主子做事本来就是天经地义，况且几贴药、几张饼罢了，寻常之物罢了。那些我曾用命求来的东西，在他眼里不过如此。看着我的脸色一寸寸发白，他移开了视线。姑向来讨厌心机重的女人，以为处心积虑四处张扬就能挟恩图报，这一套对姑没用。弹幕哗啦啦冒，男主真是死嘴巴巴，叭叭叭，显然能说话是吧？女主怎么这样啊？好好的话怎么说出来就那么带刀钩刺呢？说到底还不是男主不信女配，嗨，真替女配不值，就算是个普通朋友也不至于这样吧，一点信任都没有。信任吗？我闭了闭眼睛。那一次在冷宫中我求助六皇子受伤那晚，他叫我脱下外衣，再进里面一层，我迟疑了。他说我不会乱看，伤口很深，骨肉可见。不疼吗？他声音很轻，就像是大声会吓到伤口一样。不疼，有一点点。你和其他姑娘不一样。他说，我以为女孩子都是怕疼的，怕虫子，怕眼泪，怕血。你这么笨，到底是怎么在东宫里活下来的？那时候我并不知道，他以为的女孩子其实就是女主一个人。我腾出了眼泪，却还是狗腿的浑然天成，靠着殿下的信任。那以后我便一直信你。现在看来，这句话就像个荒唐的笑话。他听到的关于我张扬的流言，只要稍微用点心，就知道都是流言。指甲在掌心收紧，而在这时，一只手很自然抓住了我的手，是萧奈。他懒洋洋道：“行李这么少，手闲着，那就拿着绣炉吧。”温热的手炉落在我冰凉的手上。他转身叫我随他顺路去见他母妃。走了2步，他想起什么，回头向萧策道喜：“恭喜皇兄，喜得佳人。杖病无礼，无所畏惧。”出东宫，他几乎立刻就歪到了烧得暖暖的轿中。细微的咳嗽从里面传来，陪同的江公公着急无比。殿下一向入秋就不出门的，今日偏来又在外站了这么久，可急得复发了。我心微微一震，所以萧奈是特意出门来接我吗？身后传来白凤宁娇滴滴的声音：“殿下，那这些东西扔了。”我下意识想要回头看看他们扔到哪去。萧奈的手按着我头，将我头扭回去：“小心，看路。”身后传来萧策更大声的命令：“给姑全扔了。”当日带着从萧奈母妃那得的几大箱衣裳首饰赏赐，我跟着他回了府。他身体不好，府中专门配了汤泉。我更衣进去，他已经在池子里了。不大的池子，奶白色的池水上面飘着零星的药草和药花。他光着上身，白肤黑发。我移开目光，艾叶，他叫。我匆匆过去，放下去。
刚刚走，桑寄生，我又过去，刚走，他又叫生姜，我又过去，这回放了药，他叫我跑什么？过来，把手放进池水，用手搅均匀。弹幕瞬间炸裂，放开，让我来，我会扭胯，我站在水里大旋转，搅哪里？大黄丫头一个个，看不出来吗？人家是为了让桑榆泡手，这些都是治冻伤的配方啊。啊，好像是哎，这都不是他平日的配方。不管了，女配能不能争点气，让他站起来，我看看腹肌。温热的水泡在手上，果然一下痒疼消失了。弹幕上的话越来越大胆，我极力控制，脸还是越来越红。看够了吗？要沉底了。他睁开眼睛，似笑非笑看着我。我忍不住问他，为什么那天要救我？那时候太子落魄，所有人都避之不及，怕陛下迁怒。那天大雪，我听见你的惨叫，很吵，忽然就想去看看。看你在墙头，长刀刺入肩膀，我以为你会死，会哭，会求饶，可没想到你只是想要一包药。他说那些我吃腻了，厌恶至极的药，竟然有人不要命想要，所以我想和你说说话。我瞪大眼睛，肖奈口中带了淡淡的自嘲，他们都知道我要死，快死，等我死，又怕我死在他们身边。你不一样，你不怕死。他们说我熬不过这个冬天，你怕吗？眼眸带了水汽，雾气氤氲，俊美如童话中人。齿边背，唇击珠，你配，替亲我一下，药方给你，命给你。氛围到这了，还不嘴一个，来人，上于嘴家。太子殿下很帅，我承认我在冷宫碍过你的颜，但是现在我心里只有奈奈。等等，那太子萧策呢？现在在干什么？报告，他正在房间站着吹风。枕边风还是西北风？人来风。噗，再探，再报。弹幕传回的信息中有很短一条萧策的。在结束宴饮后，他回到了寝殿，想要宽衣，叫婢女时却下意识叫了我的名字。然后白凤宁因此生了气，赌气回了别殿。萧策就那么站在房间窗前，看着别殿的方向，站了大半夜，听了一夜北风。萧奈的膝盖一到冬天就冰凉。第2个月冬至，收集完做冷香丸的白梅花花蕊后，我顺便去了长街最大的布庄，这里有极稀少时令皮料子。刚拿到我订了很久的火狐皮料，就意外遇上了微服的萧策。1个多月不见，他似乎憔悴了一点。看我仍然穿着婢女的服饰，他神色微动，这些日子过得不好吗？他看我手上挑选的料子，他竟然连块整料都不给你买吗？我还没说话，他顿了顿，带着某种程度让步的居高临下道：阿鱼，别闹了，如果你现在回来，我可以给你最开始你想要的那个位置。他说话间，衣衫微动，我看到了他腰间那个我曾亲自制作的香囊，那个我在刚刚入冷宫第1年用剩下的残布做的香囊，捡了外面飘进来的梅花瓣做的新年礼物。为了显得不那么寒酸，我还在上面精心绣了梅花。当时他淡淡说了句谢谢，我以为已经丢掉。萧策说，听说你在找白梅花的花蕊，东宫今年新种了好些。就在这时，听得一声俏丽的声音，阿策哥哥，看我。微服的白凤宁穿着一身新衣俏生生出来，看到我他脸色微变，你倒是真会选日子。他冷淡了声音，对我的敌意毫不掩饰，然后看我手中的皮料，这是什么？我想要。知道是火狐料对抗寒奇效后，白凤宁更加确定，阿策哥哥，我就要这个，你忘了，我们养的猫特别怕冷，这个做窝正好啊。我抓着布料，这是我的。白凤宁，你一个做奴婢，我可是正四品的良地，你确定要同我争吗？他转头看萧策，阿策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昨晚你说今日什么都依我。萧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叫我先给白凤宁。阿鱼，只是一小块料子，让给阿宁吧，回头我会给你送一整箱，好吗？不好，我就要这个，早在1个月前就定下了。我丝毫不让。白凤宁冷笑一声，什么都想同我争，你也配吗？想要也可以，要么你让阿策哥哥下令给你，要么你跪下求我。我们2个，你任求一个同意，便给你。你
不服！你当日不是不屑一顾做东宫的宝林吗？殊不知那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了。既然要装清高做奴婢，就不要又当又立，没得叫人恶心。才2个月，他竟然从原来柔情变得如此戾气。弹幕刷刷，这是女主吗？这才是恶毒女配吧？什么打脸爽文，别说了，祛魅了，带入打工人视角真窒息，一点也不爽。狗柱，桑榆宝宝，你的肖奈还有3分钟抵达战场。肖奈来了，那么我在3分钟内得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在求萧策和白凤鸣之间，我果断选择了向白凤鸣下跪。就在即将跪下的一瞬，一只手揽住了我的腰，接着顺理成章将我揽到了怀中。正是急赶来，脸颊微红，呼吸微乱的萧奈。本王不知道把本朝何时有了王妃给一个妾下跪的道理。我瞪大了眼睛。萧奈拉住我的手，他用那种淡淡的懒洋洋的挑衅的笑看向几乎控制不住表情的萧策。瞧我记性，忘了跟皇兄说，父皇刚封了我靖安王，母妃替我求了婚事，允我自己做主。可他只是萧策竟有2分结巴，他如何似乎都不必皇兄来操心吧。那天萧策被白凤鸣以腹疼为理由哭着拖走后，萧奈看我手上那块火狐皮，这料子小了些，打算做什么？做一对护膝。我声音自己就心虚低了，他却笑起来，护膝给我的呀？真的给我的。我脸红，奴婢自己也有膝盖，你膝盖又不疼。他耍无赖，熟练无比。我低头看他膝盖，又开始疼了吗？骗你的。我咬唇问他刚刚的话什么意思。我快死了，本来以前想让你做个有钱的小侍女，可昨天宫中遇到萧策，他盯着我香囊势在必得，我就想，万一我死了以后他们欺负你怎么办？到时候我这么可爱的小侍女，还要为一块料子给人下跪吗？阿谀，不如做我王妃吧。我死以后，你就是王爷遗孀，多自在。死啊死啊的，让我心里发慌。我伸手捂住他的嘴，乱说，你不会死的，我快做好药丸了，嫁我就晚点死。弹幕呜呜一片，他超爱。狗太子看看人家，再看看自己。狗太子不是有了你们心爱的女主吗？别爱，锁死。所以是狗太子看到人家香囊回去，把自己的也翻出来戴上，跟人学长白毛。女主又不知道女配真的不要太子啊，现在小三小四那么多，人家保卫爱情也有错吗？楼上的，注意你 ID 好久，你真以为女主好人啊？等着吧，后面女主给你们一人一个大惊喜，来自 Survip 的超点点播的爱。那天从不装出去，我们一人拿了一块小皮料。出门时，我察觉到有东宫暗哨，萧奈很自然伸手来揽住我的肩，小心台阶。哪有台阶？节。第2日，布庄忽然派人送来一堆华丽上好的皮料，还是指名给我的。掌柜满脸堆笑，说是特意送给我赔罪的，昨日怠慢。但那皮料好些都是贡品，根本不可能出自布庄。另有一封信，我没有接信，也没有要料子。掌柜悻悻走了。次日，萧奈带我进宫见母妃，忽然阿九来寻我，他嘴角青紫，却还抢笑说是想我了。等到了无人处，他悄悄退后一步，然后便看到了萧策。给你的信为何不看？他上前一步。阿谀，闹了这么久，也差不多了。他脸上带了2分无奈，故知道宝林是委屈了你，待阿宁做了太子妃，便允你良娣的位分可好？看我不说话，他叹了口气。那日在布庄，是阿宁不对，他性子直又单纯，藏不住事。姑已说过他答允和你好好相处，你们姐妹之前不是相处也很好吗？太子殿下还有旁的是吗？我疏离行礼，他面上涌上几分薄怒。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难道你真的想要太子妃的位置才罢休？你可知道，阿宁是得过批命的天命之女。他顿住，姑已经给了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。弹幕强力输出，孩子死了来奶了，车撞了知道拐弯了，人家都能王妃了，要叫人来当妾了，脸令大呢。算了，想到昨晚太子在寝殿看我们安于宝宝那受伤带血的碎布条，一夜未眠，
短暂站一会吧。站什么啊？现在东宫什么鬼地方，他俩锁死最好。可是我感觉啊，太子明显更喜欢的不是女配吗？用嘴巴喜欢吗？我转身要走，就在这时，阿九猛然跪下：殿下，奴婢已照您吩咐叫来了阿谀姑姑，求殿下兑现允诺，让奴婢换宫，否则要是被梁帝知道，奴婢会很惨。呜呜！我这才知道，如今东宫白凤宁成东宫后妃之主后，下面略微平头正脸的，要么被当作狐妹子冷待，要么赶了出去。左右对他们来说不过婢女而已，实在过分了，萧策也不过淡淡说一句。而白凤宁只要一落泪说还不是因为在意，萧策就不管了。唯一坚持的是，便是他寝殿外的白梅，说只有梅香能让他睡个安稳觉。此刻他看不见跪在地上流泪的阿九，只问我：阿谀，东宫的梅花开了，很美，比你去古阳踏雪寻的还要美，去看看好吗？很快的。声音竟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祈求。我看着他，奴婢寻梅是为了静安王爷的寒疾，献这味药已够了。萧策一下怔住，难以置信，你踏雪寻梅是为了他寻药？竟是为了他，不然殿下以为是什么？他一手抓住了腰间的香囊，骨节分明，磅礴的怒意几乎难以压制。桑榆，你为了气我，竟做到这种地步，你竟勾引一个要死的病秧子。他伸手一把抓住我手腕，跟我回去。这些日子我在东宫，你知道是怎么过来吗？阿谀，你成功了，在冷宫里那些话，你让我说的，你都成功了。松手！不可能！我越过他目光，看着不远处急不过来的白凤宁。殿下，你的天命之女来了，还不松手吗？他微怔瞬间，我甩开手，然后一把抓住了地上的阿九，快步离开。刚刚走过树丛，就看到了萧奈，他胳膊上搭着斗篷，看到我，将斗篷盖在我肩上。母妃说，日子定好了，咱们去看看。宫中烧足了炭，萧奈的手却仍然冰冷。曹妃靠着美人靠昏昏欲睡，我悄悄伸手过去，握住她的手，滚热的手温度传过去。殿内鹦鹉叫了一声，曹妃睁开眼睛，我慌乱要收手，萧奈反手扣住我手指。曹妃眼里带了笑，缓缓又闭上了。给咱奈奈吊成翘嘴了，刚刚还说要再看看时间，一看人家说话，马上就日子定好了。阿谀宝宝加油，还有最后一味药，只差昆仑雪莲蕊做药引，正好今年有贡品，赶紧去要。那贡品我知道，也早早请了曹妃去要一份，但没想到事到临头却出了岔子。太子说因梁帝怀孕故胎，竟将贡品半路截了。曹妃派人去了几次，都吃了闭门羹，只说已用完了。然后我收到了太子的邀约，说是我冷宫中曾答应陪他喝酒，欠他的。东宫热闹极了，这是一场比梁帝成婚还大的宴会，宾客如云，都是东宫属官及家眷，遍地都是梅花，再无一颗梧桐。据说梁帝几日前和太子大吵一架，因他扔了太子一些旧物，还烧了寝殿外的梅花。太子索性全宫种满了梅花。白凤宁气得出了宫。此刻太子身旁空无一人，酒盏满杯，他喝完一杯，提壶又倒。我出现时，他抬起了眼睛，看到我身上的曹妃赏的圣符，他下意识皱眉，去换了。他的案几上放着瓷白的玉瓶，便是我要的那最后一味药引。我随着引领的太监走到抱厦里面，一横上赫然是2套衣服，一套是婢女衣衫，另一套竟然是太子妃的宫服。太监躬身退后，请我选。此刻已微醺的萧策走到了我面前，要么今日做婢女陪所有人喝酒，要么穿上你想要的衣服，让所有人向你敬酒，你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。在冷宫第2年年夜，没有酒，我化了雪水装在杯中，撒上梅花瓣，向他祝请新年。那时候萧策先给我喝，他说等以后我们出去，我会给你准备一场盛大的夜宴，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我当时答应了。他声音带着委屈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的会陪着我。我走上前选了那套婢女服。萧策身形一晃，连说了3个好字。
好得很呐。第一杯酒敬他，第二杯敬詹氏，再敬左庶子、中允、司一郎。烈酒灼喉，我终于呛住，猛烈咳嗽起来。但还有人没有敬完，我仰头再喝。够了。萧策终于阴郁起身。从你入晋安王府开始，你就为他奔走，一次寻梅落尽冷溪，病了半月，却说自己贪玩不小心，只为不要他担心。为了要白荷花蕊，你在暖池熬了10日，却跟他说你是回去祭拜母亲，银杏果有毒，为了一点料，你一点一点尝毒，为了他，何至于此？曾经你为我做的，难道就因为我没有给你那个位置，你便要将一切付出，转手奉送他人吗？我缓缓擦掉嘴角咳出的血，冷静问他：殿下，酒喝完了，答应殿下的我都做到了。药呢？他声音弱了几分。阿鱼。我伸手拿药，他一把扣住我手腕，微不可闻的声音带着祈求：别走，阿鱼。曾经我以为我对阿宁是刻骨铭心，但是冷宫3年，我早已……殿下。我伸手抓住他手指，一根一根掰开。你我这最后一场宴结束，从此两清了，梁定有了你的孩子，殿下还是好好待他吧。他的声音彻底慌乱。我早已将他送出宫安胎，这偌大的东宫，从此只有你我。太子殿下，我不日便要嫁给晋安王。桑榆，你当真如此绝情？你不要忘了，未来孤将会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天子。他盯着我，微颤的睫毛下是失控的眼睛。到时候，就算是他，一个死人能做什么？我看着他，缓缓摇头。弹幕方才就已告诉我，按照他既定结局，他不会登上皇位。按照剧情，他爱美人不爱江山，为了心爱的女主隐居山林。而之所以必须要这样，是因为女主会被扒出身份。知道了吧？你们心心念念的清纯女主，曾为了前途和老天子有过春宵一度。本来都要等天子酒醒飞上枝头了，结果太子来了行宫。天子多病，太子年富力强，跟太子还不用怕被殉葬，女主当然选小狼狗啦。所以难怪他一直都想方设法处理掉曾经微末时候的旧人。大女主杀伐果断，但也不是四处害人啊，这什么大女主，这恶毒女主吧。此刻弹幕舆论彻底反转，靠着弹幕的帮助，集合清单物料，我终于完成了药丸的制作。婚期将近，萧奈却有些沉默。成婚前1日，他将一封和离书给了我，凭此书，以后你想改嫁都可以。但……我瞪大眼睛看他，他低下头来，一边笑一边亲着，不能忘了我。我伸手按住他的唇，将那枚药丸给他看。这个送给你的，里面有34种草，20味药，凑齐可不容易，试试。所以，我母妃和我给你的那些金银珠宝都变成了这个。他歪着头看，眼神越来越沉，真傻。哪里有你傻？被陛下责罚了，因为答应我，又不想连累下人，专门亲自来给我送那些吃的和药。每次回去都要病一场，病了才惹人心疼。所以父皇才什么都肯答应我。他脸皮厚极了，耳朵微微发红。他低头在我唇上啄了一下，想要抬头，却被我勾住了脖子。这个吻渐渐深入，他的呼吸带着淡淡的花香，手上也有了陌生的温度。弹幕乌拉一片。我第一次伸出手去，在虚空抓住，然后拉过了那个框子，一扯，框子歪了。系统乱码了，干嘛打码？什么画面我 VIP 不能看的？现在亲个脖子以下还要拉灯？投诉！我要投诉！我要看结算画面。萧奈身体好转后，我很快又做了几枚药丸。这一回，天子也试了一颗。本来身体不好，一颗下去，竟然眼睛也好了许多。竟然在家宴中认出了那个跟着太子的白凤宁。天子当时没说话，却觉得萧策心机深沉，定然是故意安排眼线。加上此刻一直在宫中醉酒的萧策被弹劾治下不严，加上拦截贡品，奢靡成性，东宫中又挖出好些白骨，还有几个尚未白骨化，都是曾经得罪过白凤宁的宫女太监。皇帝大怒，再度废除了萧策太子之位。这一回再进冷宫，他看向身侧，空无一人。
怀孕的白凤宁死死低着头，但萧策还是叫了她名字。你不是说你爱我许多，愿意同我共生死吗？你不是说桑榆是为了富贵，是奴婢本分，他能做到的，你都可以吗？白凤宁尖叫一声，我现在怀孕了，你做人好吗？他们在东宫争吵中，白凤宁忽然叫了一声，我不能进冷宫，我怀了龙翼。我曾是天子通房，他此刻要富贵，要平安，哪怕死后殉葬，也要身前显贵。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多说，就被天子派来的人捂住了嘴巴，扭曲挣扎，最后缓缓断了气。最后一刻，他呜呜叫着，我是女主，我可是女主。弹幕此刻一把好牌打得稀烂，开头不肯进冷宫，出来就践踏别人功劳，现在知道是女主了，不做女主事，哪有女主命？按照上次拉登后投票结果，女主换人了。有没有投票增加脖子下情节的？我赞成，谁反对？复议。打钱，开小黑屋看。萧策最后独自进了冷宫，这一回再也没有婢女为他换衣，没有人为他打点侍卫，讨要食物，更没有人彻夜不眠，只为守一点微弱的篝火。那些我曾经为他遮挡过的风雨，到底全部洒在了他身上。他曾在白凤宁枕头风吹过，说的简单的事，几个饼，这些微末的小事都会变成过不去的深涧。日夜煎熬，萧策去的还是曾经那个冷宫，唯一不同的是我曾经种的梧桐树长了起来。若是他当日听我的，种了那果树，现在还有点果子。听说萧策天天在林中发呆，这大概也算是另一种归隐山林了吧。第二年冬天，我带着1岁的孩子穿过甬道，去宫中见为天子分忧的萧奈。孩子滚滚圆圆下地跑出去，母妃，有人拍门，好响，可没人理。是不是手掌拍出血的时候就会有人了？曾经我的绝望涌上心头，静默一刻，我走过去，拍门声还在继续，将一个饼递出的时候，里面的人忽然静止了，我看到了那双带着泪的通红眼睛，然后萧策疯了一般跑掉了，再也没有出现。大雪片片落下，这是今年冬天最后一场雪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